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现在呢，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去搜索我们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老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麦。掌声欢迎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2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小王38岁，来自沈阳，自由职业；小钟38岁，来自武汉，自由职业。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这人就是没有上进心，还摆烂。当初我远嫁过来，现在特别后悔。他就是太强势了，啥都想要，啥都想管，在家跟个大王似的。最想解决的冲突是什么？别总为自己没本事找理由，拿出一点干劲来呀，为这个家努力呀。别总想着瞎折腾了，想一出是一出的，踏踏实实过日子不好吗？希望对方如何改进？听我的，努力工作，给我点保障。他总觉得我欠他的，我觉得我做的真没那么差。哦，一上来女生说了一下，说自己是远嫁，是吧？那也就是说您是从武汉嫁到了沈阳，对吗？对的。这距离是够远的。我跟他过来武汉出差的时候偶然的相遇，然后相识又相恋，然后再结婚的。你们谈恋爱多久结婚的呀？4年，结婚1年。那现在还处于新婚阶段的呀？对的。今儿谁要来呀？今天是我要来，因为我发现我们结婚之后，这个南北差异，再加上工作上生活上有很多的那个分歧，所以今天想请专家老师给我们评评理。那谈恋爱的时候没有南北差异吗？也有，但是婚前和婚后感觉是差别挺大的。哎呦，这个证这么神奇呢！领完证以后，这差别一下都看出来了。我们认识了，从结婚到这4、5年一直在创业，3次创业。我们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在辽宁沈阳，是做一个特色的小吃，当时是开了3家店。后面是因为他特别爱打游戏，然后就造成了生意不好。不是这样的。第一次创业的钱谁掏的？是我掏的。我家出了25万，然后做的这个特色小吃店。他是在北方待不习惯，还要看父母，总回家。其实这个店说创业都是我一个人开下来的。当时我们2个人决定开店的原因，是因为他说的如果不创业就分手。为啥不创业就分手呢？当时你是没工作吗？我有工作，但是他想当老板娘嘛。他说他要衣锦还乡。他要当老板娘，所以把你变成老板。不是他这样说的是因为我们从小接受教育就是不要远嫁，也不要远娶。但是当时也是因为有点恋爱脑嘛，就飞到了沈阳和他一起创业。我确实是爱回家，因为我这个人对家庭感还是很强烈的，所以那我先追问一个事实，就是他说你要是不跟我创业，我们就分手。这话从何而来呢？当时我在武汉也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如果说我飞到他的城市去跟他一起上班的话，我觉得是很不稳定的。你大概在沈阳的时候多久回一次家呀？我1个月回一次。回去待多久？回去待1个星期吧。你在刨去往返的这个当天，那也就是说只剩2个多星期的时间。在沈阳，对吧？那你们2个人一起创业，那你走的这半个月，这个店什么的谁来管呢？都是他和他的爸爸妈妈家人。你在的时候你负责什么呀？我负责财务，我要掌握所有的经济大权。那挣的钱归谁所有啊？我们2个人一半一半。平时给爸爸妈妈发工资吗？没有，他爸妈有退休金，免费苦力是吗？差不多吧。一个东北人，一个武汉人，在沈阳干福建小吃。对，这样创的话不失败才怪了呢。对，小吃店太难了。干了多长时间失败了呀？干了有1年半吧。1年半，赔了多少？差不多有个20、30万吧。然后呢，第2次创业怎么就跑武汉去了呢？他说在北方待不习惯，然后来回跑也比较麻烦。我联系了一个做饮料的厂，到他家那边做个代理。本来是好好的，款已经打了，结果到了他那边要跟他的一个朋友合伙，他朋友说要在天热之前把货铺出去，然后时间已经过了，来不及了，他就说不做饮料了，要改做白酒。
导致的第二次就是没启动，其实就结束了。现在那一批饮料的钱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清，就厂家退货还没有完全退出来。那这次投了多少钱呢？这次投了8万来块钱。8万就打水漂啦。那第3次呢？第3次的话也是跟他朋友嘛接了一个白酒品牌的代理，区代理。做到今年年初，然后我们也做不下去了，就清盘就出来了。那是因为他太爱打游戏了，打游戏打到通宵，结果因为他起不来嘛，耽误了别人老板的送货，后面就别人换了供应商，我们当时也是钱赔里面了。这个钱是谁的？都是他。你这些钱都哪儿来的呀？我早年做程序员的，挣了一些钱，我父母还支持了我一些。所以现在你们2个人是在武汉生活。对的，对，相当于其实2个人都没有固定的工作，就在一直创业，是吧？对。现在你有规划吗，女士？我想做自媒体，我想做一个旅游博主，因为我喜欢旅游。这次得听着都是花钱的事儿。这次得投多少钱呢？20-30万吧，因为但他的话现在是不愿意。他现在想上班。出20-30万这个钱是谁给你算的？我一个朋友。现在你对他最大的不满意是什么呀？你觉得他哪儿有问题？我觉得3次创业就是因为他爱打游戏，而且我觉得他有点好吃懒做。他爱打游戏，爱到什么程度？每天都得打吗？可以说打到通宵。他当时还充了5万多块钱，被我发现了之后，我把他截屏发到他爸妈群里去了。我就想让他爸妈看一下他养的好儿子。其实就累计也就充了1-2万块钱而已，而且我就打游戏嘛，我这人我又不抽烟，我又不喝酒，我也没有别的不良嗜好。他说你好吃懒做，你承认吗？他就是看不得我得闲，我在沙发上坐一会儿，他就说你去把地扫了。我就是见不得他打游戏。王先生，你一天打游戏打多久啊？6个小时。哎，姑娘，那个创业的时候你在干嘛呢？我也在送货，我也在跑业务啊，我跟他是一样的。你也是创业，那你这条线成功吗？肯定也没成功啊。我觉得我的拼劲还是有的，可能是还是没有占到天时地利人和吧。因为你做生意嘛，大家都是一个团队，不可能说光靠一个人。但是我认为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不思进取。他总说我不思进取，但是就像我在武汉卖酒的时候，我一个人的业绩是他们所有人业绩的总和。那他卖酒那个过程当中，他打游戏吗？那肯定打呀，他送完货上车就打。我这个人脾气有点暴躁嘛，我可能就是在同事面前没怎么给他面子。他不分场合的骂我。你怎么骂他的？你这个废物！我同学，你看一下别人结个婚，都是结个婚最少都是150万，跟你结个婚没房没车没彩礼，什么都没有，你要不然挺得直吗？房子都没有，还住女方的房子。你家房子是我出钱装修的，车是我带来的，你说彩礼不要也给彩礼了呀？你那叫彩礼吗？10万块钱，我们都是30万起跳。那钱不都用来创业了吗？我实在是没有那么多钱了。再说了，我把工资卡都交给你了以后，你也没攒下来钱呢。你是现在才把交给我啊？你以前就交给我吗？以前的话，你的家里日常开销，包括你妈看病的钱都是我出的呀。你的工资都没动，那你工资都花哪儿去？你花了那几个钱值得说不？其实他花钱也大手大脚的。我们家养了一条狗，他在狗身上一个月得花个500-1000的。在你身上花多少钱呀？可能花50块钱不错了，因为都是我自己在掏钱的。他自己训到结婚的事儿上去了，这是咋的？对婚礼不满意呀？我们2个人就在女方摆了一下酒，就相当于是答谢宴，还没有在他家摆酒。房子刚才说怎么了？房子也没有，车也没有，是车子就是他带过来的一个面包车，装货用的，他爸爸的几万块钱。房子是我家出的，他就出了一个装修钱。彩礼呢？彩礼我说没有彩礼，他非说给了10万，因为那10万块钱装修到房子上面去了。那什么3金什么5金没有，什么都没有。他说没有，还是你主动不要的？他也拿不出来，我也没要。但是呢，我心情好的时候可能无所谓，我心情不好吵架的时候，我肯定要拿出来说的。他说我吧，他还不是就是在家里说，他外边任何人面前他都说。他跟谁说你啊？他的朋友啊，他的朋友跟他站一起说我。他朋友也说你啊？对呀，你在武汉来了，连个房子都没买，太丢人了，说我。那不是很正常吗？我朋友别人还不是一穷二白2个人。
奋斗在武汉买了4套房，你家父母再怎么都有退休金，你起点都比别人高，但是你混的就比别人差。那这么多年钱都用来创业了嘛？要不创业，好好的上班的话，不就早就买房了？你朋友说你老公训你老公，你不觉得不舒服呀？不得拦着点吗？就这我还觉得说的很对，我还跟他一起说。我朋友是说要你找外地人吗？南北差异这么大吗？你又不爱吃饺子，又不爱吃面条的，找个东北人干嘛？我觉得说的也蛮对，因为我们不爱吃烩面面食，但在他家的时候，你们武汉吃面也不少。对呀，你们那最有名的热干面啊！我不爱吃面，但他家爱吃面。那你不能南北差异，你那是你个人差异呀。我们2个人因为这个也是吵来吵去的。他在沈阳的时候吧，我父母比较喜欢吃面食，他这吃面食他不高兴，他就总是发脾气。然后我就带他满沈阳去找吃粉的地方，就这样他都不觉得我对他有多好。这么小的举动还值得说吗？那我到了武汉以后，我这1年都吃不上1趟饺子，你也没想过给我包过一回。你自己不会包啊？你东北人你不会包啊？你从小你的环境就是会包饺子。武汉的饺子馆也不少，你都不是没有去过武汉，你自己不能找个饺子馆吗？他要吃手工的，他不吃在外面买的，他要吃有妈妈的味道的。你俩现在在家里面这个生活的大概情况分工是怎么样的呀？我只要在那坐着，那这个活就都是我的。不是啥意思？我没听懂。就是我只要回来了，坐在沙发上拿手机玩一会儿，那所有的家务就都是该我干了。他就做一点家务，做饭还是我做，因为他只会做土豆炖茄子、猪肉炖粉条，我看着就吃不下去。你今儿是要来就跟他离婚的是吗？对，我现在要离婚，他是不想离的，他想再继续。我就是希望他能改一改他的性格，他太强势了。就是我在武汉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的事情就是武汉的蚊子特别多嘛，然后这蚊子呀就咬我，蚊子都欺负他，然后他母亲特意装了纱窗和纱门，就和少咬我一点嘛，结果他就从来都不管，就放着开着，就说这样空气流通好，我就很难受，总咬我，我跟他说他也不听，我就跟他母亲告状嘛，那他母亲跟他说完以后，他跟他母亲吵，我录了一段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你们还要创业，马这还有5万，小王，你也莫再找你家里那边要钱了。姑娘，你也收收心，要我说，莫创业了，2个人找个工作，踏实过日子。你不要管我们，年纪大的人，你管年轻人是干嘛呀？人家说一个女婿半个儿，你搞得像他像你亲生儿子，我像一个媳妇一样，到底谁是姑娘，谁是女婿，你分得清楚啊？哎，我还不能管你了，折腾了这么多年，花了那么多钱，全屋的人的话你都不听，都得听你指挥。我说啊，你还是找个工作，至少有个稳定的收入。你们2个创业这多年，你看看人家屋里贴几多钱呐？你晓不晓得啊？你让人家以后么样子看我们屋的啊？么样子看你呀？不想跟你讲，你又不理解，你知道什么？你知道什么都帮别人，不想跟你说，哪有这样的妈呀？哎，不说了，你不要管我们的事，管我的事我脑袋疼。年纪大了早点睡好吧，睡你的觉，管年轻人是干嘛？好跋扈的一个姑娘。我其实不想和他离婚，但是现在之前是说的不创业就分开，现在变成了不创业就离婚。所以你们俩现在的最大的分歧就是说，你要找一个稳定的工作，他一定要坚持创业，对吧？对的。那这个创业的钱谁拿呢，姑娘？他还想让我搁家里借。我还是想创业。你是不是想逼走他？没那么明显吧。你是特别想跟他分开是吗？我就是想创业。你想创业，你自己有本金吗？我没有。你得找一个可以持续给你提供本金的人是吗？对，那个人应该叫金主。我们要去找投资商，那是金主，我们得听金主爸爸。对呀，金主说啥是啥呀。他不是，他其实不是想创业，他是想当阔太太。是的，是不是啊？很明显。接下来听听老师们对你们怎么说。但是呢，在老师们说之前，我想让你俩玩一个小游戏。这个小游戏特简单，就是那个你比划我猜。姑娘，你把眼睛闭上啊！我先问一下，这仨字你听过吗？还真没听过。接下来，女生请睁眼。男生这3个字用这个不能用嘴说啊，反正就是不能口型不能。哦。心。
哎呦我的天哪，你是木头人吗？站那儿，我爱你。我听起鸡皮疙瘩了。我觉得我说不出来。但你其实早知道这是什么哪3个字是吗？你是不是从来没跟他说过这3个字？我真的说不出来。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今天同样来求助的小超和小玉，你们觉得哥哥姐姐他们俩这婚姻生活怎么样啊？我觉得这个哥他太让着这个姐姐了，就是什么事儿都让着，就我觉得就没有办法很好的相互融合。但是我觉得吧，男生他就是要让着女生的，然后要去包容她。那接下来咱们问问各位老师们，他俩这婚到底能不能继续下去了？哎呀，离婚呀，离婚呀！继续过什么呢？继续过一个债主和一个奴隶的生活，无尽的索取，无尽的被奴役。我现在不觉得你爱他，这位男士，你只是觉得你付出了这么多，凭什么这样对待我？凭什么我要面对一个这样的结局？你是心有不甘，那不是爱。姐，我说实话，麻烦去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不要去祸害别人的人生。而且我跟你说，你父母他们知道自己hold 不住你，但是把女儿教育成这个样子没有办法，好不容易把你这个烫手的山芋转交给了那个倒霉鬼，所以他们在帮你挽留这个男孩子，他们在帮你去做你没有做到的功课。你身为人家的妻子，你对他没有半点心疼，眼睛里对他没有半点愉悦，你觉得他一天24小时你就闭上个流水机器，想跟他生产钱，这个东西也不能怪别人，这是你惯的。还有啊，就是你父母的退休金是死都不能给他的。我反而建议你，就是先生，就是赶紧离婚。我觉得这个姐姐，你先得自己去赚钱，然后去做一点脚踏实地的事情，去优化你的人生，去创造你真的未来有可能创业的可能性。你前面几次创业都失败了，说明你目前是没有驾驭这个财富的能力的。多做多错不如不做，或者你去做一个你自己真正擅长的事情，而不是今天谁跟你说今天要去卖酒就去卖酒，明天要去做旅游博主做旅游博主。你做旅游博主有什么优势？你告诉我。我就是想尝试。你想尝试的成本是别人给你掏的，自己都买不起单的情况下，凭什么要求别人这样做？所以我觉得你们俩就是现在就是趁早，就是我觉得放手是最好，因为改变不了，没有办法。你可以去过你自己潇洒的人生，但是你不应该让他来为你买单。女士，我跟你说句实在话，就是从你上来说那几次创业，除了第一次创业之外，后面几次创业，我基本上看出来，你吧，最大的问题是朋友圈没混好。你身边那些所谓的告诉你创业那些人都不对。就我刚才就光我问你那个旅游博主那20多万，你就知道是不对的。你最多花3000块钱买一个大疆，你就可以上路了。我已经买了。对啊，哎呦我的天哪！现在能够红的旅游博主没有一个不是穷游的，请问哪一个需要你花20多万？这些东西是不对的。你有朋友要挣你钱，包括那个白酒那个朋友，都是有人要挣你钱，然后别人一直在怂恿你创业。我跟你讲一个道理，但凡夫妻2个人吵架，没有创业成功的。如果做夫妻搭子无法创业成功，那么你要试着想一想，你有没有可能自己做团队创业成功？请问你能管理员工吗？就你这个态度，你能拉团队吗？你这态度能和别人好好合作吗？所以啊，归根结底是什么？你没有搞明白自己真正的内心的诉求是什么。你今天就可以很明确的说出来，我就是要当阔太太，我就希望我老公做生意挣钱，然后把我养在家里面。你要当阔太太，你又凭什么呢？前也不是，后也不是，上也不是，下也不是，到最后你就只能抓一点。就刚才你说的，因为他听我话，所以你看你抓来抓去抓的是一点。我要嫁有钱人我嫁不了，这个老公要创业他发不了财，但是他还听我的话，我还能骂他。所以你把所有的怨气和情绪都宣泄在这个男人身上，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没有能力改变生活，也没有办法靠这个男人改变生活，你也知道自己这辈子其实也不可能有太好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我唯一能做的是什么？骂天骂地骂爹骂娘。你的内心被怨给装满了，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想过靠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生活和命运。你一直在想着天上什么时候掉下一个救世主呢？
你老公来了，然后你说你不是救世主，我要骂死你！你妈给你花了那么多钱，你妈给你吃给你喝，养了你那么多年，你骂你妈，所有的救世主都被你骂跑了呀，所以这辈子都不会幸福的。你赶紧跑，你还能救自己，他你是救不了了。大家看解决问题还得找咱们陆琪老师啊！找到陆琪老师的办法非常的简单，大家去微信的公众号去搜索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记得大家一定要亮明自己是爱宝的忠实粉丝啊，这样可以收到我们陆琪老师的新人大礼包。我是觉得有点狼来了的意思，一直喊着要离婚要离婚，其实真正离不了的就是女士你自己，她真不害怕你离。他现在是还有对你的情感有舍不得，但是这点情感快磨没了。我为什么刚才会让你们俩玩那个游戏？我想看一看你们内心当中对彼此的真情还剩多少。说实话，男生心里还有，但女生身上我一点都看不到。我特别生气，我气你，但是我现在觉得你特可怜，就是你连爱人的能力都没有。你只会用贬损他人的方式来证明你自己的存在。你贬损他，第一是因为你自己内心的自卑，第二就是你要控制这个人，第三就是你害怕没法证明自己的价值。这个人一旦变强了，就失控了，所以你一次又一次的贬损他，打压他。所以你总结了一下，就是蛮横霸道不讲理，好吃又懒做，没有大小姐和公主的命，非要过那样的日子，但是其实自己又没有那个能力。所以他们都劝男人赶紧跑，我劝你要清醒，因为姑娘，你除了他真没人娶你了。你如果自己不再努力，不再加把劲儿，不让自己成长起来，你都38岁了，所以赶紧清醒吧！他们都劝他跑，我没让他跑，我让你赶紧醒过来。说实话，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是一样的人，都是成人巨婴。咱们这么说吧，就是内心又固执又很脆弱，任何人只要给你们一点批评和指责，马上就是暴怒与反弹。我觉得这在你身上你显现的还是蛮明显的，就透过刚才你和妈妈之间的这个对话，两个人都不能认清楚自己内心真正的能力，也认清不了自己真正能力所能达到的地方和高度。说实话，我最开始也觉得你这个朋友圈蛮武断的。你说我的朋友们当初不也是一穷二白，两个人白手起家，奋斗到今天这个样子，好几套房子吗？是，但是你只看到了他们今天的收获，你只想复制他们的成功，却不想复制他们的来时路。他们的来时路叫一穷二白，白手起家。你们两个人没有一个地方是白手起家，都是伸手拿来。你不复制来时路，你怎么可能会变成今天的到人到中年这种相依相伴的很好的夫妻情感呢？没有复制来时路，等你们发达那一天早就一拍两散了啊。所以你的朋友究竟是在用什么样的眼光和什么样的标准在评价你今天的选择？就像我原来心理学经常会做出的一排序，把你认识的生命当中所有重要的人呢，丈夫、孩子、父母全都列在一张纸上，让你一个一个的划掉，最后划掉那一个是你生命当中真正重要的人，而不是一团乱麻。那如果真的是给你这样的一个选项的话，你究竟是把朋友放在你的第一位，还是把他留在最后？我肯定不会把朋友放在第一位啊。但是现在你的朋友已经左右了你的生活。就现在你的做法，你的朋友在第一位还是他在第一位？你和你的朋友一起数落他，所以日子能不能好好过，关键在于，就像我刚才给你出的那个选项，把所有那些人划掉之后，最后你留下的那个人是谁？想明白了，日子才能过。我认为你们应该再共同创一次业。哎呦我的天哪，疯了吗？听我说原因，曾经你们的3次创业，每一次都有不同失败的经验，但你们没有去做一个复盘。
如果说现在让你们戛然而止，就不再创业了，你去打工，你一定还会去创业，因为你给不了别人打工。就你这情商，你很少能有真正的良好的一个沟通关系。男生38岁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适合你，你们俩只能越走越远。但我们当3次创业失败之后，我们做一个复盘，你们会发现，如果你们把3次失败的原因都找到并加以克服，然后我再教你3句话，你们下一次创业大概率是能够成功，不见得挣多少钱，我说的是成功。好，第一次创业，你们俩都没把精力放在这一件事上，1个月你1/4的时间不在，你每天6个小时打游戏，不失败才怪呢。我们真要创一份业，我们就要用心持久的去做，付出时间，付出能力。第二，突然你变卦了，白白损失了。所以说，当我们还没有想定这个目标，把这市场所有都了解，然后做好规划计划，就贸然出手了，犯了第2大忌。第3次创业，我认为算是成功了。销冠啊，那是不是把钱给充游戏里去了，花费掉了？没有再去好好的吸取这个优点，发扬优点，然后去把我们资金再滚动起来，又失败了。如果你们能真真正正的，咱们塌下心来，把这3次失败的原因在自己身上找一找，共同去做复盘，然后定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去找一个比较不错的项目，但不要管别人借钱了，花自己的钱。无论你们俩谁出钱，一定要尊重对方，不能动不动就说废物，动不动就说你的问题，彼此能赋能。在这件事情上，甭管是事业还是家庭，我贡献什么，你贡献什么，不能一个人跟那躺着，另外一个人跟那苦干，没有人能这么单向的付出持久的。就这样，我们请2组嘉宾交换位置。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超21岁，来自河北，学生；小于23岁，来自河北，学生。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感情中最大的问题，他太双标了，管我管得死死的，还总给自己立单身人设。他太抠门了，手头紧，还不知道努力打拼，不上进。他就是个疯子，总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他一个大男人，就不知道让着点女生。你希望对方最先做出的改变是？跟我一起回家，别老蛮横不讲理。能不能多考虑下我的感受，陪我留在成都？我知道了，这是要毕业面临分手了是吧？对，一个人要留成都，一个人要回老家。哦，你们2个人现在谈恋爱多少年了？跟他谈现在已经3年了。谁追的谁呀？当时我追的他。今儿谁要来的？我要来的。我俩其实都想来，我们谈很长时间了，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完全不考虑我的感受，并且就是非常抠门，还特别懒惰，脾气大。我觉得他现在就是情绪非常不稳定，碰见事儿的时候还特别不讲理。来，咱们先一样一样说啊。这个抠门是怎么个表现法？刚在一起，我就是当时女生特别想要去打那个酒驾，我当时其实就是想让他给我打的，因为我就看视频上人家就是男朋友啊，就陪女朋友去打酒驾，还跟他花这个钱。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了解完之后，我才知道他3针就要4500。但我当时说了1针1针给我打，可是1针就要1500。但是我当时那个1个月生活费我才2000出头啊，我怎么可能花那么多钱就给他打那个疫苗呢？我本来想的就是我们来了一个新城市，我们不如拿这些钱去吃喝玩乐了呢。他光想吃喝玩乐，但是我觉得他这样想就特别的自，而且就是跟他不沾边的事完全不会去考虑我。就我觉得就是我跟他在一起，我女生本来就是弱势群体，我的健康也需要男生来负责吧。我觉得跟他提这个要求没有什么，然后但总之一个字就是他抠门，他不想给我花这个钱。我们当时意见不合，然后我们就当时就冷战，然后就分开了。但是我当时就是因为打酒驾疫苗不给掏钱分开了。对，因为他就是特别的就拿分手这个当儿戏，然后但是我当时还是给了他1500，就是第1针的钱，但是他就是拿这个分手当儿戏。他之前还有一次啊，就是我当时刚换了个手机，然后那个手机拍人像比较清晰嘛，然后他要借我手机借1天，然后我不愿意，然后就这事儿他也分手。
也吵架，又分了一次手。对，然后呢，这已经2次分手了。对，然后他拿的我的那个羽绒服呢，然后我找他要，他不给。我们这就因为这事儿还闹到导员那儿了呢。然后为啥拿他羽绒服呀？就是他就是气不过我。没分手之前，他羽绒服在我那儿一起干洗，然后他要去告我们导员，把羽绒服要回来。你俩是1年级的小学生吗？但关键是这我当时是把拿回来了吗？没有，我不给啊，我给他剪了。就他这个，他还要闹到警察局去，非要把他那个羽绒服给要回去。我都不知道他当时在想啥，反正就这样。去警察局干嘛呀？要我赔偿啊。所以在他心里面就从来没考虑过我的感受。你给人家把羽绒服弄坏了，你赔人家了吗？我没有，我觉得我不应该赔。你是不是都一直觉得就是男生就是应该让着你，然后比如说给你花钱呀之类的？我觉得他就应该为我付出，但是事实是他没有跟我付出多少呀。而且我觉得他就是在谈恋爱当中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有一次去那个欢乐谷，我才玩到晚上9点半，从下午还没走呢，他一直说催着我赶紧回去。我以为他赶啥呢？赶高铁赶飞机啊？他说赶地铁呢。他说地铁赶不上，那不能打车吗？反正就非得说，就一直要回去。首先是因为他晕车，我刚跟他在一起没多久，我肯定要照顾他。但是你别说这晕车就是马后炮，他当时不跟我解释，但反正那一天都不耐烦。还有其次就是我们住的地方离欢乐谷特别远，打车要花100多，那地铁才几块钱。我寻思着那肯定是地铁划算呀，少玩10几分钟省好几十，我们这好几十干什么不行？你觉得男生有点抠门是吗？对呀，而且他一整天都不耐烦。就我让他拍个照，他不耐烦，我就想说，那行，你拍不好，我去买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然后买点那个小饰品啥的。他就不愿意，觉得我烧钱，就是反正每支付一次，我就见他掉个那个脸子，不知道摆给谁看。但是那些小饰品在欢乐谷里边，他都是翻了好几倍的去卖给你。但我就图个开心，我就是想开心呢，对不对？我们计划好这样去买也能省钱。但是计划好我们出来过什么假期呀？他每次都是这样。然后反正就是，我觉得他并没有为我付出多少。怎么说？我其实对他付出的已经够多了。他反而其实根本就没有给我花过什么钱，也没有在乎过我什么呢。但是我是在别的方面给你付出过的，我给他付出过。就比如说我有工作资源，我还去帮他写简历，帮他完善简历，然后我俩一起投那个工作，然后结果他选上了，我没被选上，我当时心情挺不好的。但是吧，那个工作就是又轻松，正好趁过年，然后赚的钱也特别多，我就想着说他能不能赚了钱给我就是买个礼物呀，回馈我一下。结果他给我来一句，凭什么？凭我是你女朋友啊？凭什么？你凭什么？可是当时我算了算，他给我要的又是什么520转账，又是什么1314，然后又要买名贵的包包，然后又要请他吃饭。我没有说让你一次性给我，可是他当时就是你表示一下就行了。可是他当时给我要这些，然后我算了算，这工资加起来还不够，我还得再贴200。那我不如把这活介绍给别人啊，那别人还有介绍费、红包感谢呢。那我是他男朋友，我觉得这事儿是应该的呀。哎，那说实话，这些年在一起，他给你买过多少礼物啊？说实话，不少，当然也不贵。买过啥呀？化妆品、衣服，然后都多少钱的化妆品，多少钱的衣服呀？你看我说到这个，我就特别无语。我平常给他要个那个粉底液什么。眼影盘拢共不超过300块钱，他就每次犹犹豫豫的，就不愿意，反正各种礼物就不愿意呗，觉得他给我花钱了。上次过七夕节的时候，大姐应该互相给送礼物的，她给我要了一个几千块钱的 CCD， 就1000出头吧。然后我说那我咬咬牙，我就给她买了。买了之后，当天换礼物的时候，她给了我一身200多的衣服。咱不说钱，咱就说这落差。就太大了。他每次我都是主动去要，他没有说就是很爽快的答应我，他都心不甘情不愿，凭什么让我再去回馈给他一个大礼物，然后我心甘情愿，我就不愿意。他至少他给我要了，我给他了，那我给他要，他还不给我呢。然后你也要过呀？我要过，你要过啥呀？就是也不贵啊，但是就是可能在他的经济范围之外，可能他觉得稍微贵了一点，他就不愿意。你每个月生活费是2000多，你每个月生活费多少钱？我从大2上面我就不跟家里要生活费了，我都是自己去兼职啊什么工作赚的。那你每个月能赚多少啊？每个月差不多2000左右。那你既然自己有赚钱的能力，就是那些东西为什么不自己买给自己要？一定要管他要呢？对，我就是我工作我赚钱是我给自己花，但是我跟他谈恋爱。
那他给我花不起，他不能去工作吗？他平常也游手好闲啊，我也看不惯啊，我就觉得他还付出得多点儿，我觉得物质才能给我安全感。我刚才看那个短片里面有一句话，听着挺刺耳的。男生说女生什么总爱装单身人设，什么叫总爱装单身人设？就是关于这个朋友圈的事儿，就是他特别喜欢发朋友圈，然后呢，但是他发朋友圈总不带我。就哪怕我请他出去吃饭，我请他出去看个电影，他永远不带我，他好像都一个人去的似的。他就在立单身人设。如果说我发朋友圈不带他，他就觉得我在勾搭别的小姑娘什么的。那你俩这个男女朋友的关系在学校是公开的吗？公开啊。对啊，公开。那为什么发朋友圈不带他呢？那我觉得他本来说这事儿就很矫情，一个大老爷们儿关朋友圈。我之前跟他分手的时候，我爱跟闺蜜吐槽，一个专业的这都认识啊，本来分了又和好，我就觉得特别打脸。而且我删朋友圈，他也删啊，我俩都删。你之前恩爱的啥的那些视频啥全删光了，什么纪念日，那有啥可再发的呀？那我再发我就发自己呗。他又很矫情，他说我发他的时候能不能给他 P 一 P？ 我哪有那闲工夫？我给他 P 什么照片啊？我想让他这个性格能有点改善。就之前我们在成都，就是在外边租房子住嘛，然后他也是在外边工作，工作完回来之后，他就让我去干所有的家务。然后我好不容易休息会儿，他还给我说个什么，你下楼再给我买个雪糕什么吃吃。然后我当时就特别不愿意，我就说，那你凭什么呀？你工作你又不给我花钱。我当时就是回来累一天了，我就看不惯他在家里天吃喝点外卖，坐那电脑前就开始打游戏。然后我就让他干点这干点那，能把他累着还是怎么着？我又没有点外卖花他钱，对吧？我这样做是我的自由啊。他本来就给我花的少，我还不能就是自己打工赚钱，我给自己花了，我凭什么说非要跟他再分点钱啊？那要是他这样说，就是女主外男主内，那别的女主外男主内，那女生还给男生花钱呢，他也不给我花呀。他脾气是不是不太好？就特别不好。我这儿还有视频呢，我们当时就是因为那个家务的事儿，他还给我吵架。你听见没呀？你是往那边跑啥？你管我呢啊！每次回来你就我每次跟你说话，你管我呢？我回来累一天，让你干点活，又咋么办？累死！你往那一躺，你啥活不干，全让我干。那咋了？天天这块你管我，你管我，不一样。就喊咋了？你能闭嘴不？你给我低着头能怎么着？我就不低头，你咋咋，你就有本事。我就咋了？我就咋了？然后他每次这样喊完之后，还让我先道歉。他录这个他也收敛了呀。那平常他跟我吵架，他也一句不让着我，我说一句他怼三句。我跟他好好说的时候，他从来不愿意，咬住他那个理儿之后，从来不肯低头。还有更狠的呢，他还动手就是挠我。哇，这还有照片呢，就是他把我身上挠的都血淋淋的道子。哎呀，哎呦我的天哪，这手上，这都是他之前的战绩。他的妈妈可能会看到这些。你觉得你未来的婆婆公公会认为你是一个未来的好妻子吗？我心里边其实有一点点这个顾虑的。其实说到我妈这边，就是她这个嚣张跋扈的劲儿还在我家使过呢。之前放寒假嘛，我说我们去迪士尼玩玩，我买了机票买了门票，结果她临了了她崴脚了。那我说崴脚了没办法呀，然后我就把他接到我家来，我家是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他，他上厕所我妈都得扶他去，就这样。然后呢，他觉得我家的饭吃太久了，然后觉得不好吃，他要自己点外卖。有一次我跟我妈在客厅聊天的时候，聊完了我回去找他，他就说你妈刚才说那话什么意思呀？啊，说什么我点外卖怎么了？他管我那么多干嘛呀？我当时那个火就上来了，我就心想着凭什么呀？然后我们俩就在那儿吵，然后吵着我妈都过来了。最主要的是他们两个人，就是他跟他妈妈的处理方式都特别欠妥。然后当时我们俩在争论起来了，他妈妈进来想让我们去吃饭，但是正常人不都应该是说先把阿姨拉走，我们俩人去私底下解决。结果他让阿姨直接过来，我们仨人跟修罗场似的就在那儿对峙。他问他妈妈说过没有，你那正常人那都说自己没说过呀。可是换谁愿意呀？就这样冤枉一个好人。关键是你妈妈当时她在拉偏架。他觉得就是你这没有问题，然后他也说自己没说过，他就一直向着他儿子说什么那个我觉得不合适，要不就分手。然后我就觉得挺孤立无援的，而且谈恋爱都这样，以后成家了，他们都站一块儿的，没人向着我呀。今儿要干啥？分手吗？因为现在最主要的他一点就是他非常不上进，就骨子里边那种懒惰。我们当时就是
离校嘛，已经答应好留在成都发展一块时间，他就背着我去把那个机票啥的都买好了，他就一直说要回去，就拿回家当这种退路。那我就想着他们家人也多，肯定只有一个儿子，肯定就是想让他留在老家呗。那谁来这儿就管我呀？我自己一个人打拼呗。就反正我非常不喜欢异地恋，我就是绝对接受不了异地恋，所以我当时就提分手了。然后他就是又来找我和好，我就很犹豫吧。你俩现在是没和好的状态？对呀，我们就一直分手的状态。所以姑娘，她要是坚决要回老家的话，你还和好吗？我不知道，关键是因为我确实我也来自。他要是坚持留成都的话，你怎么办呢？我去成都也行，但是我就希望他把这个毛病改一改。什么毛病？就是每次就是有矛盾的时候就要这样喊，这样摔东西，就这样挠我。我这样我怕时间久了我也受不了了，我早晚还得回去。好，就被打跑了是吧？对呀。我们先来问问那个王先生和钟女士，如果说两个人他们愿意在成都发展的话，我觉得可以心平气和的谈一下。如果说是异地恋的话，我是不建议的，因为我自己的话也是前车之鉴。我觉得吧，他们两个人谈分手谈了那么多次，而且那么轻易，还是不是那么想得很明白。我觉得他们俩应该再考虑考虑。那接下来听听老师们怎么说，要不要和好啊？我觉得这是你们俩挺不合适的。因为这个姑娘很明显，她是要找一个为她的美貌买单的人，很明显你不是。她很清楚自己的优势是什么，而且她的一些言论，我们讲的好听一点，就是她比较享受这种被爱的感觉。我们说的不好听一点，其实这就是网上的捞女言论。她应该是被那些言论影响了，但她还没有变成那种人，是这个意思。本来就很年轻很漂亮，然后我觉得她其实自己很有自持力的一个女孩子，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就是其实没有一个人是有义务去为你的喜好去买单的，这个事情是不对的，它从根本上就是不对的。你要享受的好是你自己要通过自己的能力去创造的，然后你的价值去引导另外一个人变得更有价值，我觉得这是正向的一个独立的女生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如果你想要留在成都的话，你就大胆地留下来，不要因为任何一个男孩子去阻碍你前进的道路，因为他可能只是你人生的一个过客，毕竟你们现在相处的也不是很愉快。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是一个很会打算盘的男生，而且你要真的能挣，你有这个本事，你要真的能够说让这个女孩有一个很好的恋爱体验，我觉得你俩也不至于到这儿来。我觉得你目前是没有这个能力去谈这个恋爱的男生，所以你现在应该要做的就是，如果你想回去，你就立刻回去，你回到你原本的舒适圈里面去，你也不要耽误人家。因为谈恋爱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可以允许分手的，没有绝对的对错。你们都陷入到两个不可能三角里面，就生活里面始终充满了不可能三角。打比方说啊，你看男人，多金帅气，对你非常的好和忠诚，这三个东西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比方说女生，漂亮、贤惠、无欲无求，这三个东西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但是问题就在于你们老想着这些东西我都想要，是不是？所以你看啊，就是你们经历的人和事儿太少。其实我刚才拦文佳老师一下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不觉得你捞，花700块钱眼影盘这玩意儿也不能叫捞，对吧？他和这个男生那么多年都没分手啊，你只是被你身边的那个环境影响了。你的价值观在被侵蚀，你认为以我的长相，一个男人对我花再多的钱也是应该的，我现在选择了你，我只要你这么一点点你都不愿意，所以我很愤怒，我痛恨。你的痛恨在于我做出了牺牲，但事实上你没有做出牺牲。为什么？因为谁说你的美貌就一定要换钱？你的美貌，你选择了真爱，选择了你的初恋，你的美貌就不能换钱。拿美貌换钱的人是没有初恋没有真爱的，你做出的是一个选择，你做出的不是一个牺牲啊。这个时候我们反过来看，你看啊，精致的利己主义和骄纵在你们两个人身上都是体现了淋漓尽致。打比方说，姑娘，你一直说女生是弱势群体，凭什么她不能让着我？你在她胸口这么一道一道画血痕子，你砸她东西，你是弱势群体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谁说只要是女的就一定弱势？所有的女性主义者都不会认为自己弱势，你不能又要说我弱势，你要保护我，然后你又得听我的，你不能什么都要。骄纵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们什么都要。
我觉得现在倒是一个挺好的一个状态。你们两个人应该各自奔一下前程。就你们在奔前程的过程之中，你们会有诱惑，没有关系，这就是生活。这个诱惑如果没有把你们给吸引走，回过头来，你回头再想一下，哎，好像还是这个男生好，还是这个姑娘好，你们再回来在一起，那个时候才是真爱。现在其实你们不是真爱。谢谢陆琪老师。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同样想找陆琪老师来帮忙解决你们的情感困惑或者问题的话，大家去搜索这个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添加的时候记得亮明你是爱情保卫战的忠实粉丝啊，能收到我们陆琪老师给大家送的新人礼包啊。你们俩大学是干嘛？你们找导员不应该是问自己的学业功课和未来的事业方向，让导员去给你们解决情感问题。警察叔叔不是应该是在我们危难的时候帮助我们出手相助，你们找警察叔叔去帮你们解决羽绒服的问题？你们俩大学生了，你们俩在干嘛呀？21岁、23岁大好的年纪在一起谈恋爱，本来是一件很开心、幸福的事情，感受青春阳光的魅力。你俩身上完全看不到爱情的影子，你们看到的一是幼稚，二是咄咄逼人。一点小事儿，你听听那个女生在视频里骂的那些话有多难听，你再看看你把这男生挠成什么样子，你在他身上留下那么多的伤害，那么多的伤痕，你说你让他妈妈怎么看？咱不说你俩有没有未来，就是现在你说你去他们家能给你好脸吗？他妈妈还能伺候你，扶你去厕所，我要是他妈妈，开门让你走出去。接下来说男生，同样，你如果喜欢他，就好好包容他，跟他在一起。如果你已经讨厌这个女生了，就不要一边委屈着，一边又埋怨着，有点男人的样子。山大老师，你年轻时候也是漂亮又骄纵，你是什么时候变成这么睿智又理性的？你教教这姑娘。首先第一点，我不承认我自己漂亮，没她这个底气这么骄纵。其次，我从来不以女性是弱者自居啊，对。然后再一次，就是我看不顺眼的，我自己走。我不会要求他怎么样啊。就你不需要人家为你花钱，是吧？你愿意自己挣钱。对，就你给我花，我还得还，挺麻烦的。对嘛？我觉得很难有人一直在感情当中，或者在一段亲密关系里，从头到尾都是心平气和的，都有发疯的时候。但是为什么很多关系会走得长远？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为什么要让自己在这一刻心平气和。咱们这么说吧，你们在一起相处3年，你们都成为自己认为更好的样子了吗？我感觉没有达到那种标准的还。我听到的是你算计，你吝啬，你做任何事情也不站在他这一边，凡事都不考虑他的感受。从最开始的那个阳光温柔体贴的男孩子，变成了现在一个让人怎么看都不顺眼的人。女孩子，你成为了更好的样子了吗？因为他没有。那么为什么要继续这样的一段关系呢？在你们两个人视频当中的那一段激烈的冲突，我听到的都是歇斯底里。所以如果在你们这段关系当中，你们都没有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样子，校园爱情走上婚姻红毯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但是走不到，也不用觉得我好像错过了1个亿那么多。如果因为你是美好的，你也总会遇见更好的。我的理解是因为女生太把这次初恋用心了，所以心中会有不安，所以她就会用控制来掩饰这个不安，所以有了几种表现，用物质去测真心，用索取来验证爱。你们的这种用力过度，就会产生陷入到沟通困境。比如说你要打那个9价疫苗，你的重点是在于说，我要表达我的需求，我希望你理解什么呢？我很关注我的健康。他的关注点在哪儿啊？管我要钱，我得来支付这个钱，因此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误区。你们现在不应该面对说，哎，你要给我出钱，哎呀，我没有钱，你在压榨我。你们应该去共同关注怎么解决不给经济带来压力的情况下，我们保证健康。
比如说男生啊，可以就是多关注他的饮食啊、起居啊，这是表达对他健康的关注吧。女生咱们是不是可以分期付这个款呀，一起去筹款等等，我们来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能就把这个认定为你不爱我。经济支持只是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它不是唯一。在这个经济和爱当中，我们出现矛盾的时候，我们要分清，他是不愿意呢，还是不能够呢？明显他不是不愿，是不能啊。所以说，当我们把所有的这些沟通方面的这个问题，我们从对方我要，而变成说哦，我能理解他的需求是什么，很多问题就不存在了。所以说，我们要做到说，在我们脆弱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勇敢地表达我们真实的想法。我很焦虑我的健康，而我们在富足的时候，我们要自然地分享，我力所能及做给你，那是我心甘情愿的一种付出，不求回报，好不好？你们继续努力，我希望你们还是蛮般配的，这段感情呢能够继续下去。来，我们请两组嘉宾回到梅恨。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第一组嘉宾他们的结果怎么样啊？来，3、2、1，请开门。走了，走了，哎，走了，挺好。就不一定是分，但是这个结果也能看得出来，俩人的一个决定了，对吧？一别两宽，各自安好。也是，不管怎么样，祝他们两个人都能够好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组小超和小玉，他们是否会选择和好呢？来，那么开门之前呢，要提醒一下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可以通过登录微信去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去搜索"爱情保卫战"的抖音的官方账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啊。那大家一定要记着，我们呢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受骗。接下来我们来看小玉和小超是否会出来呢？啊，来，3、2、1，请开门。完了，要和好，年轻真好，要和好。哎呀，这是要和好啊。我觉得我还是愿意为了他回成都去跟他一起发展。哦，愿意去成都了？走吗？肯定的呀。但是我还是想先回我老家待一段时间，可能1周，然后我就回去陪陪爸妈，对吧？他毕竟是我初恋，他各方面跟我就是挺合适的，而且我是细节控。然后他其实做的也挺好的，然后我那个脾气吧，我确实如果说一直这样的话，我觉得确实沟通不好。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过自己吵架的时候什么样子，今天听完也可能有点吓着。我刚听了，反正就是才意识到，这就是一面镜子，能看到自己的样子，好吧？好，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这姑娘一笑起来多甜呀！好了，请亮灯，祝你们幸福，最重要的是未来的生活一切顺利。谢谢你们，谢谢老师。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我们下期再见。